大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TVBS 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的现金回馈活动，只要通过意志考验，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喽。欢迎今天的5位来宾，今天主题是什么？青年创业贷款计划，欢迎各位创业家，耶啊！这几个都很成功，还需要贷款吗？有小额啦，啊，小额、对啊，不无小补吧。对，首先介绍这位是帅哥赵群，最帅 CEO 赵群哦，新加坡人。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赵群。对呀，你创什么业啊？我是代理黑松露相关商品，然后我们的明星商品是洋芋片。像我来卖洋芋片，谁理我啊？对会啊，我买10包，10包。然后最近也斜杠了，出了第2首单曲叫《或许我》，现在可以在各大数位平台上面听得到。你看那个肌肉。哇，真的！你这张照片很忧郁，也是跳河吗？还是什么？这个歌是情商疗伤系的歌，所以就比较忧郁一点。接下来介绍这位钱毅啊，钱毅哥，好，他是设计公司的负责人，然后是经营餐厅的。对，有开一间那个餐酒馆。对，那餐酒馆我们餐酒馆比较特别哦，是特别的。我们从早上、下午到晚上都有营业。早上餐酒馆，我们在东区。那一般呢是晚上没有营业嘛？有人早餐去买豆浆会买酒的吗？豆浆有，你要买，我后面酒就开给你了，买醉。这个中南部是这样的。当初呢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地方妈妈我们就聊天嘛，然后他们平常呢其实下午你知道吗？送完小孩之后没地方去，要找一个地方骂老公宣泄情绪，不然回去会婚姻破裂。那他们都去哪里？都去 KTV 喝啤酒，那环境不好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心生一计，想说晚上我也想开一间，然后下午也来营业。果不其然，我跟你讲，那边的婚姻离婚率有整个下降。又是因为你。有发泄的地方啊！很有福报。来介绍杜诗梅，你好。耶，大家好。你在花莲开餐厅？对，一开始就是餐厅吗？没有，最早其实因为我先生是在夜市，在东大门夜市，因为花莲东大夜市很有名。公正包。公正包在市区一点点了，然后我们是真的是在夜市里面。然后但后来因为夜市有一场火灾，虽然没有烧到我们，但还不如把我们烧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被封住了，因为要维修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策划找店面，那还不错。我在5年前我就看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但因为它属于港务局的公单位的地方，然后就一直关注，终于2年前让我们标下来，然后整理了，它很有废墟感这样子。对，接下来介绍电商女王熊熊。电商女王熊熊，1个月业绩就可以破100万，怎么做到？什么秘诀啊？对，但是因为其实我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做，因为我之前是疫情的时候做饼干嘛，然后后来因为饼干就是它的那个疫情趋缓之后，它成本开始变高，我就开始转做那个直播。然后因为我现在最特别的是我是做明星2手牌，因为你知道艺人都有很多那种2手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艺人可能我当下买是可能3000块，但是我来可能卖300，然后又可以就是建立跟粉丝的连结性。哎呀，你不早讲，我都不知道丢掉多少衣服。对，真的，因为你拿来给我卖，一定很多人想，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把你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你给粉丝回馈给粉丝，那粉丝可以因为你，比如说你买很贵的一个 LV 的东西，但你卖很便宜的价格，那他可以买到你的东西，对不对？那他就是可以拥有这个东西之后，你又清空了你的空间。那个钱呢是拿去做公益，还是再回给艺人？会回给艺人，那他要去做公益或者什么，那就是他的事情。不错哎，对。哎，接下来介绍我们中医师陈诗佳院长。院长创业开诊所之后有什么体悟啊？因为这10年来就觉得，没事千万不要自己开业，任何的业真的收入比以前少，假也比以前少，员工都过得很开心，那你自己觉得很痛苦。超烦的事情太多。对，那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就太过于理想化，就有这个后果。来，我们接下来欢迎银行顾问、王牌营养师刘依玲。营养师大家好，欢迎。来，我们马上进行第1回合，协力夺金。那第1回合协力夺金，请乡里来讲解。第1回合呢，协力夺金就要大家一起把奖金堆高，轮流当主答者，每一题有90秒的讨论时间，确定公式之后，由主答者抢答作答。讨论时间要快啊，不然奖金会一直掉啊，一直流失哦。赵群为第1棒了哈，你主导了，来，请出题。创业梦碎，根据求职网站调查，在台湾的创业者生意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A. 后续资金不足 ；B. 租金太高 ；C. 请不到员工。请作答。
哦，1A4C。来，请讨论。哎呦，开始奖金在掉了。对，我遇到的是 C。你遇到的是 C，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因为请不到，尤其是餐厅。对啊，餐厅真的很难请。我跟你讲，其实我遇到的也是 C， 没有错。可是现在花莲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个月都有一直在结束营业的餐厅，我听到的都是因为资金不足，因为后续你没有办法扛过那个黑暗期。但是会不会是因为请不到员工，所以他的那个没办法就是增加产能？但请不到员工，其实老板下去做，你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最大问题是你的口袋不够深，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赵群，你主导，好，注意看时间。你决定。我跟着大家走好了。对啊，我的答案是 C。好。在台北，我看到是请不到员工，对，真的，我身边朋友都是。其实花莲的问题也是一样，而且请到员工很嗨，你知道吗？啊，对。我曾经娶过员工是怎样？自己先喝醉，对，自己先喝醉。我跟你讲，我们有生啤酒嘛，那生啤酒有时候会前面后面会拉掉不要嘛。对。他过来直接拿起来就别浪费，然后再去上班。请不到员工，对我说。资金不足。这个答案是 A， 后续的资金不足。那收到生意其实有不同原因嘛，前5名就是后续资金不足是第1名，有56%收掉生意都是因为这样。那后面才是没有客人啦，或者说亏得太快啦，或是办公室或是店面的租金太高。那第5个是你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不足。居然没有人工哎，没有员工，没有员工，不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就这个状况，调查准不准啊？我们就是自己，其实因为我跟我老公就自己下去，我是外场，他是内场，对，我们下去做，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短时间之内都可以克服掉，不至于到收掉，不至于会整个没有办法营业，但是真的是口袋不够深，撑不下去。前意啊，主导，请出题。老板必学，商品定价原则中有一个金发女孩原则，请问是指顾客会倾向选择哪种商品 ？A. 包装精美但比较贵 ；B. 有些微折扣 ；C. 中间价位的商品。请作答。3A2C 没有必要，请讨论题。对，先来问一下那个熊熊，开始讨论了。我跟你讲，这一题一定要相信我，因为这个是一个童话故事。他就是说一个金发的女生，她就是好像不知道干嘛去采蘑菇还是什么，然后进到一个那个小熊屋误闯，然后就看到有3个盘子跟3张床，她就每一个盘子都吃，每一张床都睡，然后她就觉得说，这么豪放。对，她就觉得说，这个不冷不热，然后这个床不大不小，这个比较刚好。对，所以她就选了，她就喜欢这个。对，所以就知道说，刚刚好，不大不小，刚刚好。了解了解。中间价格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们再问一下那个真的啦，自家兄了，问一下意见。我相信熊熊了，我相信熊熊，你什么都相信了。对，以说服。那四妹你有什么见解？我跟他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对，卖洋芋片的。我是乱猜的。乱猜。7000多只才下请做决定。我的答案是 C。好，又选择 C， 你刚刚选 A 对不对？对。但熊熊讲的很生动啊。对，谁讲的很生动？熊熊啊。哦，它是一个童话故事。中间价格的商品对或错？恭喜！真的有这个童话故事哦。然后这个金发女孩叫做 Goldilocks， 她真的是做了一个梦，然后去3个小熊的家里面，但是东西是3碗粥，3张椅子跟3张床。熊熊好强哦。粥的话呢是不同的温度，她最后选择了不冷不热，温度刚刚好那个粥。那床呢太大了不要，太小的又觉得睡得太挤，所以她选了中间的床。椅子呢不高不矮，所以她什么都会选中间的。所以以后呢，商家在定价的时候，类似的商品往往顾客会选择中间的，因为他怕买太便宜的没有品质，太贵的又自己考量自己经济，所以这是一个定价的策略哦。故事没了，你主导了，请出题。现代人生活忙碌，早餐常常在超商解决。请问，如果吃超商热狗，不建议搭配什么？因为容易产生致癌物。A. 米浆 B. 优格 C. 西西里咖啡。请作答。
哦，4B1C。来，请讨论。哎，你要说服那个。这个不用开玩笑，医生，你为什么选 C？ 医生，我先说，我有点用猜的啦。我在考虑优格跟西西里咖啡之间，因为以前听过硝酸盐的东西跟养乐多很像会有问题，那养乐多就是菌嘛，那优格也是菌。但我考量到他会写西西里咖啡，代表我们要去了解西西里咖啡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柠檬有什么成分？对啊，所以它硝酸盐加上酸的东西，是不是也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可是柠檬是不是碱性的吧？柠檬吃起来就酸的，怎么会是碱性？它吃起来酸，但它是碱性的。他才是医生啊！他才是医生。那你可以问我，我问你。对，我问优格哈，有2个点啊。第一个点，我有听说它有什么亚硝酸什么挖沟对，反正会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啦。第二个最主要原因，这2个东西画面在一起也不是很好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 B， 那画面怪怪的，好吧？不舒服。对，不舒服。医生，对不起。我再做一次哦。我医疗题我都会答错。医疗题，他说医疗题会答。你不要相信他中医，你不要相信他。我决定我们对，差不多更多数。我的答案是 B。好，你选择的是优格啦。来，对或错？恭喜两位！这题不能相信啦！我跟你讲，以画面为主啦，对不对？那画面就怪怪的。顾问。其实像那个热狗啊，或者是香肠、火腿这些红肉的加工品里面，它都会添加一个叫做亚硝酸盐。那亚硝酸盐呢，它其实还有作用的哦，它必须得添加。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作为就是抗菌防腐的功能；第二个就是说，它可以发色。所以像这些红肉啊，或是像香肠、火腿，它的颜色越红，可能代表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越高。那为什么组合成这个优格它是不建议的？因为亚硝酸盐碰到我们的优格里面有个成分叫做胺类，那会形成亚硝胺。那亚硝胺是致癌物质，那致什么癌呢？其实就是胃癌跟肝癌的比例会拉高。对，所以呢，可是这样子的组合有时候常常会吃到。对，所以这边提供给大家解毒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要吃热狗配一个优酪乳、优格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搭配维生素 C 高的果汁或者是水果，因为它可以阻断它变成致癌物亚硝胺。所以如果你去超商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买一个柳橙汁，或者是说买一颗芭乐，有没有？那甚至于刚刚提到的西西里咖啡里面的柠檬汁，它也有维生素 C 啊，你也可以把它加进来，那就可以做一个阻断的功能。这样只会觉得吃完会很饱。对，喝好多东西。你们的奖金有13986块哈。好，接下来由熊对不对？主答。来，请出题。公司福利好，员工自然开心。请问，根据调查，员工们最喜欢的公司福利是下列哪一种 ？A. 国外旅游补助 B. 年终奖金 C. 员工认股。请作答。到底1A3B1C，请开始讨论。那我先问赵群，为什么你选 C？ 对，我觉得认股会比较好吧。可是公司倒了，那股就等于是就分一些洋芋片给他而已啊。不是啊，因为在新加坡有些公司他们是会分股的，那你的股如果卖的话，你是不是有拿到比较多钱的？其实那是台积电，当然是这样。对，看公司，我觉得看公司啊这种啊。对，我们还没上市啊。对。那我问一下医生，为什么你选 A？ 因为年终奖金在台湾来讲，大家会习以为常，每年一定领得到的。没有，有些公司不会给吧？没有，现在都不给了啦。那种公司就不要去了嘛。我们公司有，你公司有给了。公司有。那年终奖金，所以大家领了会觉得本来就应该有，但国外旅游不一定哦。对，去日本玩去哪里玩？对，而且全额补助的话，他们玩回来会很开心、快乐。没有，我觉得现代人大家最实在的应该就是钱吧。对，我觉得钱就是价。我觉得年终奖金啊。锁定。答案 B。年终奖金，你看，停留7496块，一致的变成是 B 年终奖金，对我错。恭喜答对了，好险！我相信我自己，钱才是最实在的。其实什么都不要说，钱最实在，而且你要赶快放进我的口袋。员工热股，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卖掉啊？那旅游的话，没有去旅游了。对，搞不好我很宅啊，我不想出国啊。所以呢，第1名一直大家最喜欢就是年终奖金，认股是第3名，至于旅游补助是第7名。21482哈。接下来世嘉，你来做主了啊，请出题。越来越多餐厅使用 QR code 代替人工点餐，但外国的研究发现，不少人讨厌 QR code 点餐，主要是为什么 ？A. 担心个资外泄 ；B. 占用手机流量 ；C.
不擅长界面操作？请作答。好，来，请开始讨论。是 C， 有熊熊不一样，有熊不一样，不一样。你要担心什么各自外流啦？对啊，你本来就已经在外流了，还担心 QR code 绝对不要相信我，我是乱猜。我想说国外人比较重隐私。熊，那各自外流不是光这样啊！你到哪里买衣服，加你的手机现在切掉，你赶快锁定，赶快锁定，不要浪费时间。我的答案是 C， 不擅长界面。对，不擅长界面。你们喜欢数钱吗？我喜欢啊，不喜欢。那你们为什么通通哔哔哔哔？没有，我们店里面就还是比较传统一点，因为其实我们的那叫什么成本真的比较高。那你如果电子支付的话，还是有手续费的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辛苦啦。对，点菜这个我必须要讲，我前几天就遇到了，因为我在花莲久了嘛，其实回来台北真的有点不适应。点餐系统你知道每一家又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操作？研究半天真的很痛苦，然后又饿，哇，真的超麻烦。每次到餐厅，所以选择 C， 不擅长界面操作，对或错？对，恭喜答对。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动作？其实就是大家想要省人力成本，节省这样人力啦人过去。可是后来研究发现哦，这样是很没温度的，而且有个实际的数据哦，你自己这样的手机上点餐，你会点到很烦，就页面不清楚，然后就随便乱点了。如果有人过来帮你点的话，事实上点的金额啊会高2成，所以店家越来越觉得说，那我干嘛去省这个点菜的人力呢？现在奖金是30,496了，不错哟。对哦，好，赵群，回到你了，好，请出题。想吃宵夜解馋又怕胖吗？营养师建议宵夜可以吃水煮蛋，搭配什么调味料还能增加肝脏解毒能力 ？A. 海盐 B. 黑胡椒 C. 红椒粉。请作答。这太难了吧？好难哦。A、B、C 都有人选。好，1A 3B。来，请开始讨论，赵群。好，陈医师，医师，他中医啦。从中医的角度呢，黑胡椒可以串气啦。那我们知道肝气就是压力嘛，压力要把它疏通，所以有保肝的作用。这是我的看法。好，那我直接按喽。好，直接锁定。好，不讨论 CA 的，那么相信医生啊？对，相信医生啊。那么相信医生啊？对，那熊没有主见。没有，因为我想说，我不太知道。我想说，水煮蛋基本上都加盐啊，正常的这样。你想说海盐是吧？对啊，而且比较好取得。可是，一般水煮蛋人家都加一点盐，都是这样吃，对不对？对啊。而且外国那个蛋就敲开这样，然后这样切一半，很优雅，很优雅。红椒粉应该很少家里会有吧？可是我就想说，这个制作单位是很严谨的一个制作单位，所以会出这一题，帮你增加知识。对。哦，所以大家选黑胡椒哦。哦，对或错？答对，我们请营养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好，其实这个加黑胡椒下去，除了美味之外，它有很多的功能哦。就是说，它基本上因为晚上宵夜嘛，对，所以如果你加了黑胡椒之后呢，它可以去分解脂肪，避免肥胖。哦。然后另外就是说，它可以提高肝脏的代谢毒性。就是说，有时候你吃宵夜，这些食物其实还是要经过肝脏跟肾脏去代谢，增加晚上肝脏跟肾脏的负担。所以黑胡椒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它也可以去提高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呢，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加一点黑胡椒呢，它除了调味之外呢，其实它的营养功能是非常高的。那刚刚其实中医提到，就是说它也有消胀气的这些功能，而且黑胡椒跟白胡椒来比的话，黑胡椒的这个胡椒碱还有它的类黄酮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有时候因为台湾人很喜欢用白胡椒，白胡椒比较香嘛，对啊，加汤对比较香，但是因为黑胡椒的这个营养素成分略高于白胡椒，所以有时候可以替换一下换着用。来，现在奖金是39,713，钱毅，请主导啦，继续堆高。婚姻生活有压力？根据心理学家提出的生活事件改变与压力程度表，下列哪一件事情的压力比较大 ？A. 怀孕 B. 结婚 C. 性功能障碍。请作答。压力都很大哎。好，3A 2C。来，请开始讨论。钱毅，那个问一下那个医生说一下话，医生说一下话。因为结婚通常会
有那种童话故事的感觉，所以不会有压力。但一怀孕就是回到现实嘛，对你以后可能几10年的压力了。没错。那这个再问熊，因为我也是刚生完小孩，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后，真的很多压力会伴随来，因为很多钱就开始哇，一直缴，一缴钱就会有压力。你们2个是烟雾弹啊，最主要我是要问思美啊，因为他的题目其实我觉得他第一句是引言而已，因为他后面是生活事件改变与压力程度表。没错。以上你结婚结不结都是你可以取舍的，但是性功能障碍你治疗不了。对，是不是？好，没错，我觉得再问一下赵群，你刚才还没有到达 C 的这个地步了，所以我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好，那我白问。好，那我就锁定答案，我觉得应该是 C。相信自己。性功能障碍。对。性功能障碍是不是男生的压力比较大？对啊，女生应该不会有这个吧？可这个没有男女哦，女生也有那个私密处痉挛的问题，其实是那也是性功能障碍的。就是他，因为他很怕做那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没有离坏的田，只有离死的牛这样子。解说一下原因。解说一下，就是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我想知道范围解说。没有，对，没有，因为男生通常有没有你要上班啊，压力会比较大嘛。那对于这有障碍，然后太太说，今天赶快来一下，缴一下功课啊，写周记啊。因为本来写日记，后来变写周记，再来变季报，后来是年度计划。障碍。性功能障碍不是只光讲男的，然后女的也包括在里面。因为女的有时候那个没有放松的话，她会很害怕那件事情。这不是光指男生而已啊。这样子的各种障碍嘛。那怀孕会不会有压力呢？因为这样都想要去存卵子啊。对，这个压力越大越害怕。对不对？结婚压力也很大，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选择的，你要思索很多问题，加上要办婚宴，也是要花很多钱。所以这几个应该压力都很大，不好选。对，但是他们一致选的性功能障碍 C， 对或错？答错了。结婚。压力最大的排行榜其实是结婚哦，有2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做这种生活中会遇到的大事的压力排行榜哦。那其实第1名压力最大的是你的配偶过世，那结婚是第7名，那怀孕是第12名，性功能障碍落到第13。对，大家身体都比较好，最近。不是啊，因为这题没有拿到奖金，对不对？好，继续。接下来由杜思美了，当主答。来，请出题。你点过老奶奶家传的柠檬棒蛋糕吗？研究发现，加上形容词描述的菜单会引起什么效果 ？A. 有欺骗顾客的嫌疑 ；B. 提高点菜率 ；C. 没有任何效果。请作答。好，4B 1 C。请讨论。唯一答案不一样的，我们先听听好了。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其实他是很明白事理的，然后都上网查啦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加了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我觉得反而消费者会起疑心。哦，是这样。可是没有你所谓他所谓是他是描述跟形容所以他可能会说这是好吃到爆炸的蛋糕之类的。因为我们被那个网络上面的评价骗太多了，超好吃，超美味，我这辈子只有吃过这么好吃，就一次吐出来。我常常踩雷。什么东西加上阿嬷，感觉比较厉害。我也觉得，就是阿嬷秋老菜。对，你看你就会觉得阿嬷都还叫我出来选举呢。怎么办？这2边吵成这样，赵群你怎么说？我也是觉得会提高，因为如果看到这样的形容词，我反而会去点它，因为特别。对，我觉得好像比较多一点温度。对，主导权是杜思梅啊。好，对不起，我们要放弃你了。我的答案是 B。7538的提高点菜率。对啊，没有任何效果，不会吧？应该，因为有的写的太 fancy 了，写到一个而且超长串的。对，有一些，它是复杂。可是有时候我又会欣赏那种创意，就会觉得说取名很可爱，会想点。它会让你就是可能他已经把口感或是把来历或是什么描述给你。对，我觉得做餐厅真的很难啊。当你做。他后面会挂号写老奶奶不太会做菜。如果这样子，我会觉得很好笑，很可爱，就想点啊。我觉得前一被老奶奶欺负过还是。老奶奶怎么那么讨厌？讨厌老奶奶。其实餐厅有时候30-40年，有时候厨师一改变味道，你就知道了。就知道不一样。很奇怪，所以卖吃的最难了。真的很难。吃了15次好，1次不好他就不想来。对，1次超难的。来，选择的 B， 提高点菜率，对或错？答对。有的时候啊，单写这个菜会太无聊，但又不会写什么超好吃、超美味，那又太怂了。对，所以就给他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是说老奶奶，或是传家，或是各种分享，然后把这个东西的来历介绍清楚。有的时候呢，加一点口味的感觉，像比方说炸药。
辣椒，你就知道它非常辣到爆掉；或是甜滋滋四季豆，你就知道好像很甜，或者说祖母家的烘焙味这些感觉，然后让你可以更投入其中，然后更对这道菜有兴趣。你点它喽！我觉得中餐才最多名字吧，什么翡翠树玉柱根呐，什么其实根本就是什么什么御用什么什么什么，对，哇，写的肉等，就来一片鸭肉而已。来加奖金了啊！是的47251块。哇！熊熊主导，请出题。近年来，不少人都会选择补喂母乳，请问以下哪个是补喂母乳的好处之一 ？A. 妈妈经痛减少 ；B. 妈妈心情会比较好 ；C. 帮妈妈恢复身材。请作答。数之一啊。这个应该听医生。医生，你3B 来认同我一下，怎么会是 B？ 我跟你讲，没有生过小孩，对不对？喂母乳，妈妈心情才不会好。很多妈妈都是因为喂母奶忧郁症，喂母奶心情不会好。我刚才考虑的是 A 跟 C 啊，因为有时候乳房被刺激的话，子宫也会跟着收缩，但这样经痛会不会变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想现在大家考量的还是说身材可不可以恢复比较快？喂母乳瘦很快，比较耗能量嘛。好 ，OK， 我要锁定 C， 帮妈妈恢复身材。8827块，帮妈妈恢复身材，对或错？答对了，真的，喂母乳妈妈都很多会很忧郁。对，其实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啊，比较变胖嘛。这一题营养师来帮我们解说一下好了。好，其实，在整个孕期的话，我们希望增加公斤数。如果是一胎的话，大概在10公斤到12公斤左右。这个是你在孕前其实是正常体重情况之下，你增加的公斤数。那为什么这一题会来自于就是说喂哺母乳可以帮助就是产后恢复？其实它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母乳哺育期刊里面，它有明确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在哺育母乳的时候，妈妈大概1天可以消耗400大卡到500大卡。那这个相当于是你慢跑1个小时消耗的热量。那如果你哺育母乳在16天左右，你就可以瘦1公斤。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就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持续的哺喂这样子。那至少就是2个月到6个月以上。那不只可以帮助妈妈恢复身材，可能在这个亲子关系之间也会变得比较好。那另外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在怀孕过程里面有变胖的话，我们有一个口号是黄金减重期，就是尽量还是在6个月以内，就生完之后6个月以内可以控制体重，把它瘦下来，这样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不过切记就是不能用激进的手段，因为如果你是用很激进的手段的话，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包括刚刚其实提到的，就是可能会有忧郁的问题，甚至于我们会发现会有掉发的问题。所以尽量还是循序渐进，不过把握时间，黄金6个月减重期它是一个重点。压力好大，听到这个6个月，真的压力好大。对啊，就是亲喂母乳了哈。来，奖金呢现在是56078，真的吗？最后一个世家来主导了，请出题。老板在英文中可以称为 boss， 那请问形容一个人很 bossy 是什么意思呢 ？A. 有领导能力 ，B. 专横跋扈 ，C. 有钱且大方。请作答。好，4B 一个 A 而已。请讨论。这个我就不问潜意了，我问一下新加坡来的英文应该比较好。其实我不太了解 B 是什么意思，但不是 A 和 C， 所以我就选 B。因为我会觉得它也是负面啊，所以我觉得它是负面的。对，应该是 B。我是乱猜的。B 啊，专横跋扈。OK， 选择的是 B， 专横跋扈，对或错？恭喜答对。其实啊，这个大家小心一点讲，人家像一个 boss， 其实是比较有领导能力。You look like a boss， 代表你看起来好像很有钱呐，然后很有领导能力。但是加上了 Y 变成形容词 ，bossy 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觉得你这个拽屁拽，然后不可以好好讨论吗？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所以有的时候 ，Why do you have to be so bossy？ 意思是你到底在拽屁拽，你在凶什么凶啊？好像一切都是听他的。但如果今天是要讲说啊，你说的算，你是老板，就说 you are the boss， 这样是 OK 的。You are the boss。Thank you。当然，他们奖金很高哎，蛮高的，10题都答完了，现在累积的奖金是65325。又来个零头。哇，那我们就直接变成66000。
谢行长，直接我变7万了。谢谢，我的 boss， 66000是我们第2高奖金，上次7万多啊。上次有个7万，真的有拿走吗？没有，哇，好棒！所以看今天你们能不能。今天就对，看，今天要拿走。那我们其中一位了。你们5位只有1个可以来挑战这个奖金。这个我知道。来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请向你讲规则。这一回合呢，听题目抢答，答对题累积1积分，2积分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张淘汰卡，选择要淘汰哪一位队友，最后留下那位才可以进入第3回合的挑战。来，马上进行第1题，请出题。现行法规规定，每月销售营业额20万元以上，使用统一发票的公司，营业税率为5%还是10%？停。5%。5%，对或错？答对了，每月销售额呢20万以上，然后有开统一发票的公司呢，营业税是5%，那2个月要计算，要申报1次哦。而且，但是如果你每个月的销售量只在8万以下的话，是不需要缴营业税的。来有半张卡了，对不对？来，接下一题，请出题。请问，蓝领阶级指的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艺术创作？请。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对或错？恭喜答对，这个字来自呢1924年美国那边在说，因为你在做劳力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蓝色的衣服，你比较不容易弄脏，所以从 blue collar 这个 class 衍生为蓝领阶级。哎呦，恭喜你这么强哦！不是一张淘汰卡，这个零真的没有问题吗？好难按。来，前玉，你有1张卡，这4个当中你要淘汰谁？请做决定。这很难呢。我们刚才还这样子欢笑，对啊，我们还一起携手拿到这个6万6。我回去可能被诅咒啊！不会，我们不会诅咒你，我们在这里就诅咒。现在，我现在马上要决定吗？你想一想哦。这个，你回想一下刚刚的欢愉。你要淘汰谁？好，我要淘汰的是。赵群。嫉妒人家长得帅哎。对，来赵群，请到旁边坐。对，好，还可以再回来哈。还可以再回来吗？不能回来了，拜拜就是拜拜了。赵群有没有觉得被欺负啊？有一点而且我是外国人。对。好，接下来进行第2题，请出题。第3题，请出题。请问，成立不到10年，但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新创公司，人们会用什么神话动物来形容？来，请说。独角兽。独角兽，对或错？对。恭喜答对，像这样的公司呢，叫做独角兽。是的。那大家知道独角兽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吗？是美国，再来是中国。对，半张卡。下面一题，请出题。财政部每期加开云端发票专属奖，请问专属奖最小奖是200元还是500元？请加。500元。500元，对或错？恭喜答对，没有抢到，我以为是200，我以为是200元。因为200是纸本那些的，我们为了要促进环保，所以他们加开的是云端这种发票专属奖。那上面呢，最低的奖金是500元，然后还有800元，还有2000元，还有100万元的。希望鼓励大家多多无纸化。对，来，世嘉，哇，还是很凶哦，凶呢。世嘉，请考虑一下淘汰谁呢？其实真的左右为难哈，刚大家一起那么好，对不对？对的，你不要见色忘友，见色忘友，对，不要见色忘友，好好想想。一方面要留下一个比较最有机会夺下奖金的人。哎呦，对，如果大家都走了，拿不下奖金也不行。我看钱最不重了。可是没有啊，你就没有希望的是自己可以拿到。对。我对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我要先淘汰一个更没把握的人。帮孩子积点功德啊！但我觉得熊熊在我旁边会让我非常分心。这个明智的决定，我跟你讲，熊熊就是不应该啦。我要淘汰的是。熊熊，对不起。哇，真男人，真
那个铃真的有问题，为什么都按不了？哦，要 hold 住一点点，hold 住一下。真的是。徐佳就是真的人呐，没话讲。医生，我本来还想去找你看中医的，不去了。好，大家也都0分了哈。下面一题，请出题。当老板总是要带着员工拜拜，请问拜拜常用的3声是鸡、猪，还有田毅，鸡我常在拜啊，鸡、猪跟鱼，对或错？工地开工都要拜拜。鸡、猪、鱼，对或错？啊，真的答对了，你常常在拜拜。耶，我工地开工都要拜拜啊。对啊，为什么要拜鸡猪鱼？鸡的台语怎么说？给呀，就是全家都团圆一次。那猪的话是诸事顺利，那年年有余，年年有余。但要小心哦，这个鱼不能拜那个无尾的鳝鱼或是鳗鱼，因为无头无尾是对公司不好的嘛。那另外是绝对不能拿牛肉跟狗肉来祭拜。谁会拿狗肉来拜？狗去哪里买了？牛肉有可能误买，那狗肉不太。 in case 吧。啊，狗经过可以了哦，可以了。狗饲料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哎，下面一题，请出题。婚姻美满靠什么？研究指出，婚姻关系比较美满的女士们，她们的老公通常比较不帅，还是有腹肌？建议想清楚我干嘛按呢？想清楚哦。对，有腹肌。你为什么要按啊？不是因为我听到有腹肌，然后比较不帅。喜欢。对，他说婚姻靠美满，美满靠什么？靠老公不帅，还是老公有腹肌？因为腹肌有实际的功能啊，但长得不帅没有啊。我觉得那是还没结婚之前吧。对，结婚的人都希望老公又吃得胖又肥。真的。没有，但是长得不帅比较容易啊，有腹肌比较难，对不对？哦。长得不帅很容易啊。选择老公有腹肌，对或错？对，答错了。我跟你讲，我就是已婚妇女。为什么？如果这题我一定不会选腹肌啊，真的。因为如果老公有腹肌，代表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你知道，他自律完就来律你。所以我觉得有腹肌的老公千万不行。而且老公像一团和气。而且在外面大家抢哎。对不对？对啊。研究发现啊，如果我老公呢，如果是长得很帅的话，我会很有压力，我会很自卑，一天到晚都担心他在外面会不会有别的女生，然后来爱上他什么。但我今天如果是位男性的话，我老婆很美，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啊，我也会很喜欢。男生并不会觉得另一半美，他感到压力，但女生就不一定了。所以你看他常常美女跟野兽嘛。啊。那男的长得是他对啊，可是老婆很漂亮。有答对吗？没有吗？没有答对。先求一哦。没有，他半张卡倒扣。哦，扣掉，他不然大家现在都扣掉。OK， 扣。来，请出题。请问，按照现行法规，台湾的基本时薪是每小时168元，还是？多少？我在185块啊。185对或错？有错。答错了，是183。我还多给了2块。对。你看啊，你刚刚如果没卡，你现在就淘汰了2次了。是，其实一直在调，2024年已经调到183了，那一直不断在调，明年呢会调到190一小时。那整体钱是不是常说23K？对，现在已经不是23K 了，现在是28590，快要接近3万了。所以其实呢，连9年都有在调啦。对，调的比较慢一点，慢了一些。是。你危险了，你现在求一哦。好，你们继续哈，继续，你们继续哈。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答错，因为其实现在183已经请不到员工了。对，现在基本上185到200。对啊。我们在我们那边大概政府写政府的，但是你们就是哦。现在183的，你写183，没有人要来应征的。对，哎呦，来，你有求一了哈。来，请出题。营养师推崇地中海饮食法，请问这个饮食法主要的油脂来源是什么油？请说。橄榄油。橄榄油对或错？对呀。恭喜答对，大家就觉得，为什么在地中海区那边的居民都蛮健康的？原来呢，他们是用大量橄榄油，然后吃很多蔬菜啊、跟谷物、跟海鲜。那橄榄油之后呢，就哇大红，大家觉得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是健康的。就是很多用什么拌沙拉，对，也是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下面一题，请出题。职场健检不可少，根据法律规定，在职员工健检费用是员工自行负担还是雇主负担？可以不用抢哦，如果没有把握可以不用抢。
这抢了，搞不好就有半张卡。决定抢，杜世美决定一定要抢，抢下了啦，不然我都抢不到。雇主，雇主对或错？哦，恭喜答对，因为你在职嘛，当然是要雇主负担哦，你不能叫用他自己的钱去检查吧。但如果你是新进员工，就是你在职到职之前做的那个检查的话，你可以跟你的雇主讨论到底怎么来区分谁付多少。好，我们家因为我们都是我老公去检查，然后我付钱，所以我想，应该是雇主。有道理。下面一题，请出题。周年庆折扣好开心，请问折扣比较多的是店家标示打7折，还是20%off？志佳打7折，7折对或错？当然对啊，7折就是30 off 啊，所以这题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对啊，我怎么了我？对我还有陷阱想要制作单位怎么这样子啊？对，所以又再次的得到一张淘汰卡。难为了。他拿2次卡有没有什么惩罚？没有，没有，就是优秀。剩下惩罚我去后面写字好了，好不好？剩下钱毅跟杜世梅，请问你要淘汰谁？我要淘汰的是世梅姐，不好意思。哇，很聪明哎！哇，来，咱们花莲见啊！好的，花莲见。你不能再烂案哦，决胜哦。来，请出题。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请问纽约又可以用什么水果名称当做代称？你不是恢复就是淘汰，来，请说。就有成竹。我刚手抖了一下。好，那个苹果，大苹果。纽约，对，纽约对或错？恭喜答对 ，Big Apple。其实1920年有个记者听到路上人把它称为叫纽约就叫做 Big Apple， 他觉得超有趣的，把它写进他的报道里面，所以之后大家就会用 The Big Apple 来称呼纽约市。他现在有一张卡，他如果这题又按错的话怎么办？交掉而已嘛，又没有了。来，请出题。熊熊电商零食大热卖，根据日本营养师的票选，最健康的零食是杏仁还是水果干？赌一波。来，志佳我来处理。好。杏仁。对或错？恭喜答对。今天最健康的第1名是杏仁，但是果干啊、鱿鱼干、水果优格也都不错哟。但是第1名还是杏仁。来，也就是淘汰陈思佳了啦。太可惜，300就用了。你们现在用张卡淘汰你的罪魁祸首在这边。好，我们奖金是6万6，钱毅获得冠军，钱毅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果然是你，钱毅，这名字带的钱嘛，难怪钱就很容易就进来了。对，6万6的奖金。谢谢。6万6如果挑战成功，是目前开播以来最高的奖金。真的吗？但是挑战不是最高，他挑战有7万多，但没成功。没有成功。所以我相信你这个题目一定很难。我可以降一半吗？降一半，然后换简单的。对，换简单的。好，请插卡。来，金库请打开6万6的奖金是你的。但是要拿到6万6，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出示密码。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35画的老板装严肃，或是总笔画41画的金库没打开。老板装严肃啊，人模人样啊。对，应该是装的，代表他面恶心善。面恶心善。对，表里不一。表里不一。人面兽心。那就不是严肃了，那是禽兽。一般会写说老板不是人了，还拍了2集了。对，金库没打开呢？对，我觉得金库没打开搞不好比较容易。功亏一篑啊！哇，捶胸顿足啊！我选金库没打开好了。金库没打开，请锁定。老板装严肃，35画看起来到底是哪4个字？请看。色厉内人，就是外面看起来很严厉，但是其实内心是柔软的，就是面恶心善嘛。这我还写不出来嘞，那个人色厉，现在不能后悔了哈。
你会写吗？会啊，这个我会写啊。对，会啊。大家每次都打开之后就是会写。时光荏苒的那个人，对，时光荏苒啊。这个题目一公开之后呢，你就开始手写了哈。先清楚写字，再写密码，为时1分钟。来，请出题。潸然泪下啊，那个山呐，我的妈！6万6计时开始。好，清楚。先写吗？好的。先写会，第一个字的确蛮难的。泪，清楚。下还要想。要想一下啊，对。山，最难的来了。这个山。山，为什么想不起来呢？想必是那个部首吧。对，山，旁边一定有一个这个东西吧？啊，好痛苦哦！已经过30秒了。好痛苦。潸然泪下，山，从他的部首。没有提示的，没有提示，因为你6万6啊。不能提示。倒数了。哎呀。对，什么字啊？没看过这个字。几画？对。好，他真的难。对啊，那个字在忘记了。真的难。密码10131203。对或错？错。来，我们看看正确解答。是0啊，对啊。好了，这个我就实至名归了，好不好？对，这个字认了。你看你然也写错了，11213。算错了，这个也算错了，对，算错了。哇，6万6真难拿，对，真不好拿。来，谢谢，拜拜。谢谢。哎呀，可惜了，胜利人可能会写，但是我觉得笔画可能也会算错。因为草字是4，真的太难。对，谢谢各位帅哥美女来，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